然后咱们开始讲中东那边的事儿，家人们啊。就是我说啥这边呢，就是普大帝真是就是确实表现出非常松弛，那边呢老登呢确实感觉挺紧张的，着急上火的，就对比非常鲜明。有人说这到底是为啥啊？是不是这两国这干啥呢？看不懂了，他到底怎么样一个比拼？这个比拼胜负怎么来算？我们之前讲过，家人们啊，说乌克兰人为啥突然之间抽调这个精锐部队杀到这个库尔斯克这片地广人稀的荒原呢？只要看时间点你就明白了，什么概念呢？8月6号的时候啊，拂晓，也就是说天刚蒙蒙亮，伸手还不那么见五指的时候，前一天啊，似乎我谷歌干啥去了？记不记得？干到伊朗去了。这次人家谷歌去了，什么意思呀？就是俄罗斯人想要跟伊朗合作，把中东包括俄乌这两场战争联系起来，一南一北的，咱就来个遥相互用，首尾呼应，对吧？那么美国人当时什么反应啊？肯定不干呐，他肯定想让这两场战争撕裂呀，对不对？各打各的呀。那综合起来的美国更这个捂住瓢了，这样的话他才能用一个盖子分别盖2个茶碗，对吧？要是2个战争那出现联动了，大家共同进退，光这2场仗美国就吃不消啊。所以说呢，美国必须把它给切断了。那么兄弟们，问题来了，怎么断？怎么让它切断呢？他自己就不能下场，那不就只能靠乌克兰了吗？对吧？俄乌战场这边是俄罗斯强，乌克兰弱。俄罗斯确实打到现在，你别看人家干到本土了，依然占优势，对吧？所以说老铁们啊，俄罗斯占优势才能腾得出手来解决中东这边。而中东战场这边呢，是伊朗领着一大帮拖鞋党啊，家人们在和美国包括以色列周旋，对不对？实力并且相差的太过悬殊了啊，太大了。如果老铁们你们想个事儿，乌克兰燃烧自己，把俄罗斯给拖住一段时间，让美国呢先把中东这边事儿给嫩一嫩啊，给搞定了，整个局面是不是就大变了？对不对？就有变化了呢，有这个消息了呢。到这儿啊，咱们就得讲这场大赌博怎么判定呢？如果美国能按照他的预想把中东这边的事先搞定，那这个小局美国算赢了。那如果搞不定呢，他就输了。哎，对俄罗斯来讲反过来啊，到这儿有人就会说了，说对美国人来说这场博弈当然是打得越快越好啊，但是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一样啊，对吧？对他来说时间也很宝贵呀，毕竟大炮一响，它真是黄金万两啊，对吧？咱别管说你背后有没有支撑点，但是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往里砸呀。为什么美国人现在这么着急，俄罗斯反而不急了？咋松弛了呢？咋的呀？法国奥运会给他传染松弛了。怎么说呢？这事儿其实兄弟们啊，咱们呢就是把新闻连起来看并不复杂。前几天普大帝天天开会讨论怎么样能够疏散民众，怎么样才能歼灭乌军，对吧？这2天他为啥突然间不着急了？老铁们，你们想没想过？因为老登太执拗了，光盯着这么一个小节，但是俄罗斯人啊看到了更大的节。什么节呢？第一，俄乌战事本身是个节，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事打成现在这样，那是谁也没想到的事儿。刚开始双方都想大点干早点散，是不是都想速战速决？那俄罗斯的想法是啥呀？我大俄那天兵天将啊，一到了乌军肯定丢盔他就卸甲了，乖就得投降了，对不对？结果没有，现在大家都蹲战壕里猫着，非常像第1次大战那个战争模式，好的一个现代化战争打成石器时代了。那么美国什么想法呢？我大漂亮集30来个国家之力呀，北约30来号国家，30多个小弟呀，外加上军事，外加上金融，各种霸权，我拿下你一个小大俄，那不是小菜一碟，泰山压顶吗？手到擒来吗？结果打到现在，兄弟们，反而是乌克兰本国武力消耗了弹药没有了，
军工体系被摧毁了，工业农业被俄罗斯给掏上了，怎么的了？啊，然后现在呢，不仅他坏菜歇菜了，美国加他几十个大盟友的援军，地主家他也没余粮了。哎，数量严重不足了，眼瞅着说速战速决，大点干早点散。既然没散，那就得靠消耗战，对不对？靠消耗战这一场一看坏菜了，这美西方消耗战也打不赢了，也要败了，对不对？二是什么呢？俄罗斯自身啊，俄罗斯自身兄弟们也有个结。有个众人很关心，完事儿了是吗？说完了是吗？家人们，能不能给我2分钟时间？给我2分钟时间，我能不能让我做一个广告？就2分钟，你们别走，支持我都别走，就2分钟时间。因为什么？刚才我出去，我看见俺们家乡的东西了，我倍感亲切，我特别想给我家乡鹤岗做点事儿。所有的老铁们，求求你们了，都别走，给我2分钟时间。你们的也许你们不知道鹤岗，但是你们一定知道一个地方叫宝泉岭，对不对？宝泉岭这个地方，老铁们可以说是农业的一个大县。它呢，老铁们啊，正常啊，我们家的企业，黑龙江的了，我都没有看手卡，但是刚才我吃了，我今天要卖大酱，家人们，谁不吃大酱都吃吧，求求你们了，咱就2分钟时间，都别走啊！看见了没？黑龙江好粮油产业，龙江老字号，你看传承100年的大酱了，这有各种证书，然后还有这个啊，龙江的特产食品证书，中国行业标志性品牌证书，荣誉证书，叫什么？叫宝泉品牌。老铁们啊，这个啊，我们整个的大酱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俺们鹤岗的，我们鹤岗宝泉岭的大酱，而且是我们东北那边啊饭店厨师指定用的一个豆瓣酱。你看谁代言的？蒲老师代言，因为蒲老师当时在那边下乡来着啊，所以他的代言，蒲老师都在为我们家乡做事儿，我也想为我们家乡做事儿。这个老铁们，咱废话不多说啊，老好吃了。刚才我尝了是熟酱啊，你们炸酱吃，包括你们炖鱼、炖鸭、炖肉，你们直接蘸酱吃都好吃，好不好？这个老铁们啊，正常的价格是3块8一袋，3块8一袋。今天咱们几袋？来1袋、2袋、3袋、4袋、5袋、6袋、7袋、8袋、9袋、10袋。10袋大酱，老铁们38块钱，对不对？对。我直接给你们打半折，15块8，我1分钱不挣，我1毛钱不挣，我给你们支持我拍一单，行不行，家人们？支持我的给我扣波1来，所有老铁们，你给鹤岗一份信任，好不好？求求你们了，给鹤岗做点贡献。我是鹤岗人，就相当于是给我刷了一个大呲花了，行不行？好吧，老铁们，今天这样的15块8，给我上车来，兄弟们，都给我抢进6000人，人手给我一单啊！来，老铁们，今天宝泉岭大酱15块8，不是10袋，11袋、12袋、13袋、14袋、15袋、16袋、17袋、18袋、19袋、20袋，给不给力？给力！6000人，人手给我一单，兄弟们，不过了。试吃啊，家人们啊，2袋试吃，还有2袋试吃，不理人啊，红单就给点，20刀到手20刀。所有拍这个大酱的，叔叔谢谢你们。始于1952啊，这是我们鹤岗的宝泉岭，始于1952年，家人们，求求你们了，对啊，咱们人手一单，都别走，15块8，谁都别差，相当于支持苏苏了，谁家不吃大酱？对，蘸酱拌面条都能吃。俺们鹤岗的终于有个特产了。是的，你看证书这么多证书，家人们啊。我们都是东北人，都是黑龙江的，都想为家乡做点贡献，不知道咋做呀。今天终于有一个品牌来找我说是鹤岗的，我老激动了，家人们，我现做的链接，兄弟们，我就求你们这么一次，不拍啥，把大酱给我拍回家，500袋吧，家人们，上头了，兄弟们给我干，1000单给我打底儿来，家人们，给力535单20刀，首将宝泉岭的，始于1952年啊。哎我干他600单了，家人们，有点上头了啊。一袋80个啊，家人们，一袋80个啊。就5分钟，家人们，800单了， 20，哎呦，牛不牛逼？牛逼，给不给力？给力！所有鹤岗的企业，今天在我直播间的所有鹤岗的，你们想带货的找我，苏苏真给你们带。我真想为我鹤岗、为我们黑龙江、为我家做点事儿，老铁们，我确实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咋做呀。
啊！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就无门呐！真的，老铁们，900单了，999单，给力！脑子都干迷糊了啊！脑子干迷糊了啊！大家别说了啊！咱家第一次6000人， 15块我带货不叫人。没毛病啊！我告诉你，就是人善良，为家乡做事儿，永远是对的，因为它是生你养你的地方。真的，家人们，所有鹤岗，我今天有一个算一个，在咱们直播间的黑龙江的企业、鹤岗的企业，优先给你们带货。有一个专业你就来。我就喜欢生我养我的黑土地，我一点不觉得鹤岗怎么着的，我为我身为鹤岗人感到骄傲而感到自豪的。多少单了？10付款947单，1000了，牛逼吗？1000单了，讲新闻 ，OK 了，拿走，好，没毛病，好吧？好，一袋多少克？80克，80克啊，80克，2袋10吃。蒲老师都为我的家乡而在努力。蒲老师从来不给任何地方代言，对，不给1000单了啊！青天无理由承担命令险啊！2袋试吃，不满意给还。你知道为啥我这么激动吗？为啥他也是鹤岗人？对，我们特别想为家人做点事儿，家人们。鹤岗的保质期多长时间？你问住我了，我啥也没看。保质期18个月，家人们。哎，我马上1100单了。看见谁代言？蒲老师只给2个带过言，一个是富裕老窖，一个是鹤岗保全岭的大酱。黄豆酱啊，家人们，黄豆酱啊，非转基因黄豆酱。对，熟的黄豆酱，没毛病啊。濮存昕啊，濮存昕老师，这个酱怎么吃？直接吃，它是熟酱啊。鹤岗对，开袋历史啊，开老好吃了，刚才我尝了，我说实话。上个大葱啊！好了，没毛病。下课。来，咱们讲新闻了啊！来啊！好，讲哪儿了？我都忘了，讲哪了？对，第二个是啊，就是俄罗斯自身它也有个节，有一个众人很关心，但是不知道咋说的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普京之后谁来接班？家人们，普京现在多大岁数了？普京之后谁来接班？家人们，一单是20袋，兄弟们，15块8 20袋，你就尝尝俺家的大酱，保全岭的大酱，老铁们，我们家的，我老骄傲了。现在此时此刻，我第一次卖鹤岗的货呀！所有直播间的兄弟们啊，鹤岗的货给我优先来，真的来给我卖一个，只要你的品质过关，我不需要挣钱啊，我需要的是给鹤岗做贡献，给鹤岗的企业、鹤岗的人做贡献，发家致富。知道吧？来，不墨迹了，直接开始说啊，就是普大帝现在还比较大了，那么他谁来接班？毕竟因为接班人的问题，俄罗斯在历史上可吃了不少的亏，对吧？尤其是在1762年，俄罗斯女皇伊丽莎白突然间去世了，彼得3世继位之后，突然之间宣布退出7年战争。哎，有人说出来了，放弃所有的胜利的成果，然后啊，普鲁士一跃成为欧洲大国了。记不记得之后更是什么呢？兄弟们，更是2个多世纪成为俄罗斯的劲敌，正应了那句古话：一日纵敌，百世之患，对不对？怎么说呢？哎呦，我这大将还苦拍，兄弟们，感谢。真感谢，我从来拍东西我没有感谢过你们，真的。鹤岗现在经济不好，我说实话，感谢你们为我们的家乡企业做贡献啊！1000多单就是牛逼啊！我们鹤岗人就得支持鹤岗人啊！不墨迹了，来，再接着说啊，在这种大战之势，接班人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吗？毕竟战斗时间会非常长。说完这些，有老铁就问了。说俄罗斯人对这2个节是怎么破的呢？这俩节怎么破呢？从目前种种形势上来看，是一起破啊，一起破。这里就得说一个人，谁？九明。哎，你们刚才点出来了，是不是？九明。1999年，当时普大帝当上总统，在他身边总有一个小伙子，记不记得？那个人呢？一身黑衣服，身材相当魁梧了，动作相当敏捷了。这哥们儿就叫九明。九明呢之后啊，就慢慢就升迁了，先当了陆军第1副总司令，兼上总参谋长，
然后被授予这个中将这个军衔，家人们啊，之后呢又派去了国防部的副部长，直接去派去国防部副部长，成为了社会谷歌的副手。2014年的时候呢，九明兼任特种作战部队的司令。当年乌克兰政变，俄罗斯兵不血刃吞下克里米亚，就是特种作战部队的杰作。2016年初又发生一件事儿，俄罗斯重镇图拉州前州长突然之间宣布辞职，九明直接被调去接任了。这个图拉州面积不大呀，但是他是谁呢？他是俄罗斯的战略要地，在他境内有非常多的军工企业，被称为俄罗斯的什么军械库派九明去就是对这些军工企业进行监督，知道吗？毕竟苏联解体以来，家人们，俄罗斯很多军工企业那发条早就松了。2017年老铁们，2017年乌克兰政变之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急剧恶化，需要有一个人去给这些军工企业上发条了，懂我的意思？为什么派九明去的？而且效果相当不错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家人们，这些军工企业非常快，直接3班倒，产量呱往上升源源不断的为前线提供着坦克、火炮再包括什么呢？支撑了乌克兰战场的这个消耗战。然后今年5月份，九明被任命为总统助理就在2天前，又一个考验摆在九明。稍微等会儿2天前又一个考验摆在九明面前了。俄罗斯媒体说，他已经被普大帝亲自授权了指挥俄军去库尔斯克作战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成为这次反击乌军冲入库尔斯克的总指挥官，在库尔斯克的所有武装力量还有这个地方政府都将接受他的统一指挥。而这个事儿显得非常自然，因为谁呢？九明的老家就是库尔斯克。到这儿有人可能就要问了就要说了，说普大帝一定给九明很多的兵力来歼灭这股乌军。其实兄弟们，答案是相反的，恰恰相反普大帝给九明的兵力人数虽然不少，但是呢质量不是很高，都是一帮散兵游勇义务军，知道吧？这个乌东正在攻城掠地，那些身经百战的俄军部队没派过去，为了防止重大危机而准备的预备部队也没派过去，只给了他们一些地方武装车臣的部队，包括一点瓦格纳，还有形形色色的部队，连 FSB 的特种部队也给他了。唯一还算正规军的劲旅的是谁呢？是有一个步兵旅，叫俄罗斯海军的801步兵旅。但这个部队在前年的马里乌波尔攻坚战我跟你说，消耗包括损失实在是太大了，连旅长都阵亡了，战力和之前相比肯定是有差距的，知道吗？今天这个消息，兄弟们似乎又给了九明一个正规军的团。家人们别着急，我讲完的我给你们上车好不好？第3摩步师252团，但这次冲入库尔斯克的是好几个旅，有1万多人呢，还都是久经战这个战阵的。九明现在是怎么对付这帮乌军的呢？为啥老铁们到现在为止乌克兰的兵没有完全被干呢？为什么？九明现在在坐镇，真是他打的不行吗？不是，九明现在明显不着急呀。一是他
他没急着反攻啊，反而在所有要地附近拼命挖战壕，在那个构筑各种防御工事。听你们的啊，2是乌军一分散，801步兵旅还有 FSB 特种部队就赶紧出击，吃掉他的一小部分，另外还派出去了飞机、无人机到处炸。3是这段时间俄罗斯人在库尔斯克大批紧急训练民兵啊，大概是准备等反攻之时啊，让他们填线，把能打的兵力给腾出来。简单来说就是什么呢？在库尔斯克，俄罗斯人是一副稳扎稳打，就准备背水一战的模样。但是在乌克兰战场，家人们，俄军的表现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在当地的俄军部队啊，凭借着比乌军更充沛的弹药攻击，包括补充，在无人机、巡飞弹以及炮火支援之下，正在大举进攻，正在向红军村、斯拉维扬斯克19亩一线不断的推进，防守当地的乌军那叫苦连天。家人们，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里更重要，却因为弹药不够，部队不够，不得不步步后退。那攻入库尔斯克的1万多人本来应该放我们这儿来当救火队，来减缓俄军进攻的速度，但是却被泽连斯基丢到一片无险可守的荒原里去了。西方军事专家最近都懵了，那一块俄罗斯的破荒地毫无意义呀，是不是啊？你得趁着俄军还没有大规模反攻，你把这1万多人你给我撤回来呀，要不乌克兰前线没人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一旦乌军的视线跌破某一个点、某一个值，说不定兄弟们啊，整个乌克兰战线、整个乌克兰战场会突然之间咔嚓，全线都崩溃了。我之前说过，现在中东这局胜负的关键主要是看谁呀？是看俄罗斯拿下库尔斯克那批乌军快，还是美国强压以色列和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协议快？那俄罗斯又是怎么来应付这场局面的呢？也是想办法，让这场局尽量能够拖下去。怎么拖呢？来，兄弟们看几件事儿。8月13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去莫斯科了，和普大帝就中东这个局势这俩人开了3个半小时会，谈的啥到现在不知道。2天之后，也就是8月15号了，对吧？阿巴斯在哪儿呢？干到土耳其去了，在土耳其叫什么国民议会特别会议上，还发表了个演讲说他准备和巴勒斯坦领导一同前往加沙，即使将为此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感人不？他还说了在去完加沙之后呢，他还会去耶路撒冷。什么意思啊？差不多就是这次谈判不能光是像欧美所希望的那样光去谈加沙停火这个事就行了，还得谈2国方案呢，对不对？还得要建立一个什么呢？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线为国界，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哈马斯方面本来就挺硬了，现在是更硬气了。昨天哈马斯老大就说，别说3天时间了，就是再给美国30天时间，加沙停火协议能谈出来个屁呀，整不成。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说协议或者是真正的谈判，而是美国强加的命令。有人说这啥意思啊？就是说你老拜登你再吹牛，和谈就是你在拖延时间。中东这边加沙停火协议迟迟不能达成，库尔斯克那边乌军现在这个情况又怎么样呢？简单来说，兄弟们，哑巴不是叫什么叫，就像北极熊吞了个冰疙瘩，吐也吐不出，他咽也咽不下，进退他两难。原本呢带上北约士兵总共2万多人，现在就剩下1万多人了。虽然人死的有点多，但是这对于乌军来说其实也是好事儿。为啥呀？你们想最早进入库尔斯克已经10多天了，
对不对？最晚的也将近1个星期了吧？这段时间，俄罗斯空天军不断对地面进行攻击，是吧？几乎已经切断了他们粮食和弹药补给，对不对？又要背粮食，又要背弹药，就算是都驴。他也背不下，就算再能背，他们也背不到多少东西呀，对吧？俄罗斯人这次的速度特别快，给我拿过来啊！一看到某些区域出现的乌军，就立刻把当地老百姓啊，包括物资啊，通通给咋的了呢？通通给搬走了。然后呢，再把导弹部队啊，什么空天军呐，叮当456干过去一顿轰炸，炸的乌军马上都要现在吃树皮了。啥都进不去了，就这种情况，兄弟们啊，不是哑巴吃黄连啊，就这种情况怎么形容呢？前进是不可能前进的，就乌军现在在俄罗斯的本土前进是不可能前进一点点的，因为对方这几天已经把防御工事给修好了，赶紧撤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加沙还没停火呢，协议还没签完呢。到现在为止都没达成呢，你这个时候撤，兄弟们，什么概念？你投的所有东西，你前功尽弃了，知道吧？你北约给你投的那些人，你乌克兰精锐部队，你干到人俄罗斯本土，你啥也没捞着。哎，刚看见一条消息啊，说一整个团的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向俄罗斯人不战而降，这种成编制投降的事儿非常少见，估计是那的。就算啊，像老登吹的那样，到8月21号，加沙停火协议能签下来了，这批攻到库尔斯克的乌军，恐怕也早就饿得前胸贴后背了。咱兄弟们，你就说你再精锐，你再能打，我就问你，你没弹，你躲着，你没粮，那照样两眼冒金星啊！对吧？连一个就是你再能打，你再牛，你饿的狼哇的，就你恐怕连一个刚接受训练没几天的地方的民兵都能一抓一大串吧，对吧？所以说兄弟们，到这儿咱得来一个总结，什么总结呢？现在的形势，别看乌克兰人说什么占领了库尔斯克多少土地，还吹要在占领土地的什么成立什么叫那个叫什么玩意儿来着？民事机构，就什么军队事务管理所啊，什么玩意儿呢？其实都在吹呢，真的。真实情况是什么？俄罗斯人在故意耗他们，知道吧？故意耗他们，家人们。但是啊，连大酱都没有，对啊，连大酱都没有的吃。但是美国人为了加沙停火协议能签下来，死活不让他们撤，很有可能会出现3输这个局面。美国下了一个臭棋篓子，你知道不？在库尔斯克剩余的1万来个乌克兰的精锐，包括北约士兵，后勤跟不上，饿得半死之下，被9名手下这些杂牌军轻而易举给收拾了。9名现在打的，包括俄罗斯在打的是什么？老铁们太聪明了，这一局如果普京赢了，赢得太漂亮了。怎么打？后勤封死，苏梅州拿下来，纽约镇给你拿下来，纽约村给你拿下来，纽约村拿下来，叮当456干你基辅，基辅干你不得回防吗？你得不得调军？你哪儿来的军？我就问你，乌克兰哪儿来的军？对不对？于是乎这边家人们，苏梅州一个封锁线，整个什么物资后援的补给，你啥玩意儿送不进去？我用打你吗？我围着你饿死你，对不对？我让你死的都老难受了。那不比一个大导弹炸了他死的难受啊！所以说为啥人不着急呀？为啥9名不着急？为啥普大帝不着急？就是因为这个，知道吗？就是哪怕9名今天带的都是义务兵，都是那些杂牌军，轻而易举就能收拾他们。乌克兰各个村庄啊，城镇的守军，因为这1万多人的救火队被泽连斯基给干到库尔斯克去，不断的被击退，不断被歼灭。老登现在寄予厚望的加沙停火协议，又因为以色列跟哈马斯双方因为被美国强拉来了，非常不情愿，你找我的茬，我找你的茬，他俩其实都不想和谈，想和谈的是美国，知道吧？到库尔斯克的乌军被清除掉，都没办法达成这个协议。到那个时候，俄罗斯可又能腾出手来了，又能把手伸向中东了。哎，而9名兄弟们那叫立奇功啊，用杂牌军干爆乌军精锐部队，看出来没？这是一场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超级无敌的大赌，双方都是背水一战呐，对吧？在这儿就可以说一下普大帝为啥
今天要去那个阿塞拜疆啊？讲到重点了吧？都没看明白吧？为啥去阿塞拜疆了？对吧？你们看一下地图就知道了。俄罗斯跟伊朗之间，家人们啊，如果不提里海的话，路上最便捷的通道经过哪儿？你们看一眼，如果不提里海，路上最便捷的通道是不是就是经过阿塞拜疆？再前往伊朗，这条路打开了之后将会顺畅无阻啊！而且兄弟们，陆路比海路要快呀！现在大家知道为啥普大帝要干到阿塞拜疆了吧？说白了，打通陆地通道。这样的话，我跟你讲，一旦伊朗那边叮当456了，刀枪炮了，那么好了，俄罗斯不但能从海上对伊朗进行大批量的补给，还可以从陆地上运送补给，甚至是大批量的士兵。而美国呢，你看他一天牛哄的有啥用啊？以色列再是他亲爹，对不起，不好意思，他俩离的就是远，而且补给线路上还有也门胡塞武装这个社会我大哥拦路虎，对不对？而打仗打的是什么呀，老铁们？咱们讲过800来回了，打仗打的就是后援，打仗打的叫补给。一旦普大帝把给伊朗后援这个道嘎给你干开了，而美国的后援打不通的话，长此以往叫此消彼长。接下来老铁们发生的中东战争会什么样的结果？这还用我说吗？对不对？那美国人他指定输啊！所以怎么说？接下来不只是俄乌战争有好消息要到来，兄弟们，中东大戏马上要开幕了，咱就等着吧。然后接下来家人们，咱说个事儿，今天上午10点40分左右，越南的新老大苏林啊，已经从广州这边一脚油门干北京来了。怎么说呢？虽然这个人啊跟我是同名，但是这个苏林呐，他本来有点不招人待见，不像我这么可爱啊。为啥这么说呢？你们想，他来北京干啥来了？说白了啊，他也想捞好处。他想在哪儿呢？我跟你说，这人非常聪明。越南一直是个很聪明的国家，他想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懂不懂？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之后，老铁们啊，他能在整个社会上拿投资。现在给越南最大投资的是新加坡，第2是日本和韩国啊，第4现在才排到我们啊，还有一个国家啊比给他的投资多。在今年2023年到今年，我们的投资已经占到了全世界6%了。他来干啥来了？说实话，在东方大国美国包括俄罗斯3头都要拿好处。但是你说这种摇摆的能力啊，你没有埃尔多安那个本事，你非得玩，那不是傻子吗？就像这次明摆着找咱来帮忙的，但是猴子这边最近啊打了3张牌，那确实看不出诚意的。那你想来个软饭硬吃吗？也不看看自己啥实力，对吧？你看咱家大哥今天咋说的，非常到位，严丝合缝，是不是啊？现在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得求着咱们帮忙干啥呀？建设铁路。为什么老铁们那个泰国那个新的总理叫啥来着？那个女的那个大姐，老牛了，在咱中国上的学。为啥启动她了？知道吗？为啥泰国那个国王启动她了？因为她跟咱中国好。为啥呀？知道不？泰国看着柬埔寨挖运河，他也眼红了。老铁们，你们再看看，如果泰国这个运河挖了，马六甲瞬间就歇菜，还啥马六甲呀？你再拿捏我们。现在我们怕的是啥？就怕刀枪炮之后马六甲这块封我们，知道不？我们出不去，马六甲这边一封。现在柬埔寨这边挖完，泰国这边再挖，挖完之后整个马六甲歇菜了，会比马六甲短1天的时间省好多油。而越南现在啊，就是住在龙国脚底下，他是不招珍惜的。第一呢，这个他来就是那个苏林啊，来咱们这之前呢，亲自下令把大批量的装甲车包括士兵干到柬埔寨边境去了。柬埔寨老不客气了，在边境啊试射我们这那种那个新式的火箭炮。那么第2呢，这个苏林刚上台，他自己没法去美国嘛，
啊，1秒钟没耽误。这边上台了，另外一边派了高层代表啊，马不停蹄干到美国去了啊，这不是骑墙吗？结果美国人压根没有承认越南的经济地位，你懂我意思不？他没承认，美国给的那些钱没给到，为啥越南现在要依靠我们呢？要求我们呢？美国承诺给越南投的资1分钱都没投，所以说他被逼无奈，他要吸引大量的外部资金，懂吗？这就意味着越南出口商品的企业还得在反倾销和补贴调查当中要受到歧视，这个事儿就很有看头了，家人们啊！我想起来第3个谁了？第3个是中国香港对那个越南的投资，第1是新加坡，第2是日本，第3是韩国，第4是中国香港，第5才是那个这个大陆给他的投资啊！现在我们已经干到第6了啊！然后咱们再接着说呀，说白了，现在他来咱们这儿的，确实是左右逢源，确实也看到我们的作用了，表明自己两边都有关系啊，要提升一下自己在东盟这边的地位。从未见过玩左右逢源这个战术把2个大国都得罪的，对不对？还有就是咱前面讲的小飞的这边突然间发疯了，开着他那2个破船强闯仁爱礁，强闯先民礁。你说我就问你家人们啊，小飞的为啥这么大胆啊？他真是只有美国的帮助吗？我跟你们讲，肯定不是。飞猴子之所以这么疯狂，越南的操作那是一点也少不了，知道吗？为啥这么说呀？前段时间疯猴子在南海搅局，越南表面很老实，内里却在吹沙造岛，还突然间单方面向联合国提交了叫南海大陆架的叫什么划界案，要把南海85%的地盘全干到越南去。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吧？虽然这个提案直接被嘎了啊，但是他敢这么操作，说白了就是自愿当美国跟菲律宾的枪。而且最恶心的什么呢？就他还跟那疯猴子跟野猴子还联合展开了一个海警演习，口上说中立，但是做的事多少有点让俺们伤心了，对吧？左右逢源没明白，但是农夫与蛇你玩的差不多。所以老铁们啊，我们希望就是他能够正视自己的关系，能够正视自己的身份啊。我们是希望地区和平的，我们是希望大家互利共赢的，和平共处的。你可以两头吃好处，我们没有美国那么决绝，我们没有美国那么霸道，是吧？你可以跟美国好，但是你不要当着你不要当啊排头，就是叫什么排头阵排头兵，你不要处过我们，在这个我们关键的领域关键的区域，你要好好的认清楚自己的地位，把握好自己的资源，是吧？做好应该做的事儿，和平共处，互利共赢，和平发展。同意我观点给我扣波同意，对不对老铁们？但是老铁们你们再看看，为什么菲律宾今天这么着急呀？因为整个东盟都拿捏了，苏林来了，我们去了柬埔寨，去了缅甸，去了泰国，整个东盟几个国家呀，能有实力这几个国家全拿捏了，对不对？那飞的不着急吗？那美的不着急吗？肯定都着急呀，对不对？所以家人们啊，世界大事看欧亚，欧亚大事看东方啊，对不对？同意我观点扣波同意啊！来，家人们啊，咱不墨迹了，新闻差不多了，好不好？